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两岸关系一直都非常的热门，那最近呢，也因为有巴囧跟闽南郎他们公布的一系列的这个统战影片，使得这个话题呢再度引起很多的讨论。今天我们当然就是火线议题配火线人物，热烈欢迎陆委会的副主委沈有忠沈老师。时琪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第一次来耶？是，对啊。你们陆委会差一点被我一网打尽，迟早。本来想说你是漏网之鱼，但是没有办法，很抱歉，被我抓起你这条大鱼了。谢谢，谢谢。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来谈谈啦，就是说两岸这个关系的确随着时间点不同阶段，它都一直是一个热话题。那最近特别热，是因为巴囧的影片显露出说，天哪，我们台湾有10几20万人在申请中国身份证，然后近40万台人，就是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说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可怕这么多人啊？其实我觉得巴囧他这个爆料的这个内容出来之后，那当然台湾的社会舆论是有点炸锅啦。那事实上对于北京来讲也感觉到一些压力。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有压力，因为可能对于北京来说，没有想到他所谓的对台融合的一些做法啦，或者一些政策啦，会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被揭露出来，然后等于说让台湾社会也开始注意到过去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乱象跟可能衍生的一些国安问题。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要先厘清一下了哈，这个所谓的办中国的身份证，其实数字到底有没有那么高，这个现在还在彻查中。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合理的去想象一下，这个数字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混淆，比如说我们常常口头上说的3证那可能是包含了像是身份证、居住证，所以这3种证件其实它申办的一些条件啦，或者说它在中国大陆所享受到的一些权益啦，甚至是一些法律上的责任还有它在台湾所面对到的一些情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当然是想说，他所爆出来的，一开始说可能有10几万、20万，现在又有往上提升到40万，那是不是有可能是混用了去办这3证的这个人口？那我们真正说实在话，然后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在于身份证的这个部分。对，因为你说像台胞证可能旅游，它只是一个通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证件或者说居住证有一些台商，或者说有一些可能要在那个地方念书，他可能需要办一个居住证。但是你说像身份证的话，它当然影响的权益就会非常的大。那最基本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他有了中国大陆的这个身份证的话，居民的身份证的话，那可能在这边就必须要被除籍。他可能享受到的一些健保啦，或者在台湾所享受到的一些福利啦，可能就会因此而失去。那另外来讲的话，他也可能会因为他有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身份证那也会没有办法再拥有一些在台湾的公民的一些权利。比如说他就不能参选不能够有这个参选的这个资格，不能够担任民意代表等等。其实这个部分当然是现在我们最关心的啦。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内政部第一批要去彻查的，可能就包含像是基层的村里长啦，或者说县市议员啦，甚至也有一些热心的民众去提供一些线索。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是说数字，因为毕竟是一个网红的爆料啦，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数字有可能不是非常的精确，那它都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做查核。但是我们掌握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资，或者知道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之后，那么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比如说像内政部或者像我们陆委会，当然都会依据现有的这个法规，我们必须还是要依法来办理我有疑问，是我们怎么查台湾人拥有中国的身份证？中国不会给我们户籍资料嘛？对，国籍资料嘛？对，那我们要怎么查？这个就是时琪姐刚刚说到是最困难的这个地方了，因为中国大陆对我们不是这么的友善，所以他也知道说他去吸引我们这个台湾的同胞去办这个所谓的身份证是他们要去进一步去达成所谓的对台融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他当然不会配合我们去查，因为他就是希望越多台湾人来办越好。那他又知道我们的官方的立场是不希望我们的国人去办，所以他当然不会去配合。那我们可以跟美国啦，我们可以去跟日本啦，去调一些这个双重国籍的一些资料，或者说台湾人入籍的资料，他们都会愿意配合，就是理念相近的国家，也是民主的国家。可是中共就是对台湾是居心叵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安的漏洞，那其实对于老共来讲，他开心的不得了，
他刚刚说北京也被炸锅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想说偷偷的啊，或者说他就慢慢的让这个东西在台湾变成是一个常态，但没有想到现在被爆出来。但被爆出来之后，我们希望他配合的话，或者说希望北京也能够提供我们一些这个资料的话，那我想北京是不会主动的去提供啦。所以我们能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有限，也比较被动的来去做。那可能第一步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拥有双重国籍的这些人来做这个基层到高层。对，不只是民代啦，可能也还包含像是公务员的这个身份比如说你是应考试服公职的这一些人那你应考试服公职的这些人的话，基本上来讲，像常任文官，他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来说，也是不能够拥有双重国籍，因为这个就牵涉到效忠的问题嘛。对，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内政部是可以比较主动的，或者说陆委会是比较有主动的权利去要求这一些人第一波先做一个说明。但是如果说对，如果说他既不是民代，他也不是常任文官，他只是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话，其实他没有义务啦。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每一个国人同胞都要来做一个自信的这个，不可能。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在法律规范的这个范围里面不得拥有双重国籍的这一些人是法律规定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来做查处。那所以我们第一步可能只是针对我们能这个规范的对象，对，民代、公务员这些。要求说，请你说明，或者是请你拒绝，或者军人，对，军人拒绝说，对，承诺我没有这个中国的身份证，对，那可是也就是很多人就好啊，那我就签个名，会不会碰到这种状况？那其实他有。多多少少，他也是可能在里面潜伏着渗透者。对，我们也当然会不排除会有这样子的现象了哈。所以相关的法规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安的相关的这个法规其实现在两岸关系已经大不如以往了那现在中共对台的这么处心积虑的各种的手段来进行渗透、统战跟破坏，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个国安法规，比如说刚刚所提到的这一块，那是不是隐匿未报？或者说他其实明明就有，但是他也跟你说我给你签一个切结书，跟你说我没有。那他们的影片说，针对年轻人你现在很好啊，给你钱啊，你可以买房买车啊，然后你就不要去中国就好了啊。对，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但你不要忘了，好，你就算不要去中国，你可能觉得说你可以规避掉在中国要还这个贷款啦，或者有一些权利义务，或者是被抓去当兵啊。对，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可能到其他国家去，你也会被列管，因为现在全世界都是在民主国家了都是在防着中国，除非你想要去北韩，会被列管；除非你想要去北韩，除非你想要去伊朗。去北韩会被骗到俄罗斯打仗，也有可能啊。对，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好，年轻人就说，好啊，你来办一个中国的身份证，然后我来帮你贷款那你其实你不要来，你就不用还钱。那这个贷款我还可以给你拆账，你还可以拿到一笔钱对。但你不要忘了，如果说你未来你可能想要到美国去就业，你想要到美国去念书。可是你可能会被查到，你的身份上面就会被查到说你是放弃了中华民国，然后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当然，美国人的这个系统一定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怪怪的嘛，好好的一个自由的人是不做，你要去做一个不自由的人那所以因此呢，也可能会影响到你去美国、去日本继续升学、继续就业，甚至是一些高科技，比如说晶片。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台积电在日本设厂。未来也有可能在美国设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从事说这个高科技行业的年轻人那你想要到美国第一个就学，可能就会被抓出来。你好好的中华民国不当，你要去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那这个机敏的学系要不要让你来念，可能会门会关起来。再来第二个，好，那你就算是这个还蛮实质影响的。是，所以你不要认为现在尝到一点点甜头，然后你不去这个就会没关系，你不要到中国就没关系。但是现在全世界都是在防着中国大陆。那会不会有可能啊？就是说如果我要去旅游，然后去跟刚好这些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很好，譬如说泰国啦、越南啦、柬埔寨啊这些地方，会有人身安全上面的不确定性吗？都有可能啦。其实因为这样讲好，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查出来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持中华民国的护照，没有办法再持台湾的护照。那我们光讲护照的排名嘛。当然还是我们的好用啊！对啊，我们排很前面呢。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办一个这个中国的身份证享受到一点贷款啦、买车啦这些小小的甜头，拿个10几万蝇头小利赔掉的可多嘞。对你可能是赔掉一辈子，啊。对那可是我看那影片啊，哇，讲得非常美好。哇，给你钱啊，就贷款，而且有专人一条龙式服务对。那所以陆委会这边除了呼吁年轻人，因为他们看起来是针对什么45岁、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那可是很多年轻人，
会不会比较少在注意这些政治新闻？所以陆委会只能呼吁，但会不会那个强度不太够？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年轻人知道说，我跟你讲，这很危险，你可能命都没有。一方面我们当然就是强化跟社会的沟通，做识读了哈。那二方面我们也会注意到说，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不见得是主动想要办。他可能也是被一些不肖的业者啦、旅行社啦，甚至是一些人头公司人蛇集团用诈骗的方式，或者是半拐半骗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也会针对上游的这一块去加强一下它的这个考核。有没有想说要把巴炯找过来聊聊？因为我看到他最新的讲法，这2天才刚讲。对，他说其实新北有3个点，台中也有，对，也有，不知道2个点还是3个点，就是直接办中国身份证的据点呢，直接进到台湾来办啊！对，其实他那一天的那个座谈在哪里啊？好可怕！他那天那个座谈在台中啦，然后是主要还有那个曹新成董事长也在现场。其实说实在话了哈，这个本来那天我有被受邀一起去哈，董事长曹董本来有问我说，正好在台中，因为我台中人嘛，我周末就回台中哈，然后就说，那要不要刚好这个议题你们也很关心，要不要一起来聊一聊哈？不过那天正好有其他的事情，所以错过。不，如果有机会的话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巴炯来去用比较看看用什么样的这个适当的这个方式去了解一下他手上到底掌握到的一些线索跟具体的一个情资，那么可以配合政府在相关的这个漏洞上面来讲，可以提早去把它补起来，把这些驻点全部抄掉，像抄这种什么站一样，把它全部抄掉啊！怎么可以在台湾办中国的身份证？对啊，而且明目张胆。然后呢，包括了像调查局啦、内政部，我看起来都有动起来，有针对这些议题。所以其实你们有没有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有，对，所以里面有内政部、陆委会、调查局，还有相关的这个部会，像移民署也都会有。移民署。对，所以我们曾经也开过这个工作层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会议那彼此集思广益的来去看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调查局可以有比较强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执法的能量了调查的这个能量。那我们陆委会毕竟还是在一个政策单位政策制定的这个单位，所以我们大概主要还是在上游的这一块就是说相关的这个法规，如果现有的法规还不完整的地方，我们提出一些修改的这个建议。那你刚刚讲到说增加罚则，你会建议罚则要怎么样子修订才是一个比较有吓阻力的？这个当然也需要社会大众的一个共识或者说朝野政党的一些共识。因为如果说那陆委会他也就问了，我们就给他罚到一个天花板。对陆委会，对我个人来讲，或者对我们陆委会来讲，我们当然不乐见这样的现象。既然不乐见，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他的这个罚则一定要有吓阻力啦。你如果说这个罚的不痛不痒，几百块、几千块然后这个那这个当然对他们来讲的话，就好像没有感觉。但是你如果罚得过重，我们毕竟还是强调一个比例原则的国家啦，所以我想，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就是滚动式的调整。第一步，我们先注意到这个现象，在第二步，我们召开跨部会的协调会议了。那第三步，我们可能也需要跟立法院执政党跟在野党的立委们去做一些沟通，然后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案。虽然它会有一点时间，但是我是觉得至少都比没有做来的好。那同时也是一个证明说，我们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啦。那先跟社会大众做好沟通，然后跟立委做好沟通，跨部会取得一个共识之后，在适当的这个时机点，才能够去把这个法律修得更完备一些。刚刚提到立法院然后也提到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是从下而上。其实有很多的网络上面一般人民的讨论都在认为，还有执政党在立法院党团也都认为说，现在的国会某种程度是习近平直接下令，你会有这种感觉吗？这个当然从我们陆委会的角度是不太方便这样说了，这当然是我们陆委会所不乐见了。不过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所以我想现在立法院的整个运作的这个情况，老百姓都看在眼里，所以民间社会也开始动了起来。那其实我们陆委会啦，或者是国安会都有在注意这样的现象。那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市民社会的这个活跃的程度来说，那我们乐见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用政党的力量或者说是用政府的力量去推动它，或者说去推波助澜。那民间的这个活动，我们就是乐观其成，或者是我们尊重。但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跟朝野政党是不断的去做沟通，然后提出我们从官方的这个角度认为国安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你会不会担心说，好，假设说他们定一个罚则是1000万，被逮到的话，你就是要给我罚1000万。然后这个法案到了立法院之后，会修成罚则100块。刚才因为现在人数上面看起来，这个执政党的人数是居
相对弱势。所以我想还是要有妥善的沟通啦，哈，要有一个妥善的沟通，并且要相对那个比例原则的这个部分，不然的话恐怕你治了这一锅，另外一锅又炸锅，这个恐怕也不见得对台湾来讲是好事了。好啦，不要为难你啦。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除了刚刚谈到的年轻人，还有军人也是中国目标人选，对，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列表，就是说他们到底希望在台湾的目标人选有没有一个排序？其实当然就是影响力越高的，一定是他们越想要渗透跟诱拉的这个对象。以前都是很广义的讲说年轻人哈，但事实上年轻人可能只是在做一个耕耘啦。对于未来，对于老共来讲，他们可能觉得说耕耘年轻人就是所谓的扫除掉所谓的天然毒的这一块。但如果你讲说特定身份的一个排序来讲的话，那我很不客气的讲，当然嘛，像军人军公教人士啦，民意代表。当然是他们最希望能够去诱拉的这个对象啊，反正你只要是有影响力的，那我觉得啦，他们都不会放过。所以我觉得之前讲说这个青年一代就是讲说针对年轻人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但事实上，我们也会发现到说，那其实一些退役的将领啊，也常常看到出事啊。那甚至我们现在也注意到，即使是现役的一些军官啊，那也还是会有遭到渗透这样子的一个疑虑。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把底线踩紧，我们把法律这个部分落实。可是譬如说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沈伯洋委员，他不过就是提案说立委附中要报备，只是报备，被挡了20-30次。那可是这个法律底线我们要踩，可是踩不住啊，法就是无法立法呀，那怎么办？我们一个个案一个个案来看，然后那沈委员所提的这个说立委附中要报备这件事情是事前嘛，对不对？对。那其实我们还是有看到说，其实我们针对现役的一些像县市首长或者一些像是军事人这个国家安全的相关人员的话，那么他附中甚至出国都要报备，这个部分是已经有了哦。对。那立委的这一块只是说去做一个补跟进的一个动作而已啦。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因为就是顺着刚刚来讲哈，就是说附中报备这件事情来说了哈。那我们把底线踩紧的，那就是说至少在现有的规范底下，我们是不希望看到说我们的地方首长哈，那附中交流的时候有做出了跟法规规定上面有一些落差的这个事情。我有2个议题想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哈。第一个就是说卖水果是不是一定要承认92共识？卖水果就卖水果，是不是一定要在你的世家上面贴上我是92共识的世家才能够卖得出去？我觉得世家应该会抗议吧，我就世家，为什么我变92共识世家？对，所以我想提出来的第一个呼吁，它不见得违背法律，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你如果真的是要去卖水果，要去做交流，那你不需要挂上太多的政治语言了，尤其是在台湾没有共识的政治语言。你如果今天去是说我要卖的是自由民主的世家，我觉得大家都给你一个赞。可是你今天去说我要去卖一个92共识的世家的话，或许台湾有一些人觉得 OK， 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不 OK。那这样子的语言就引起了台湾的对立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哈。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刚刚提的第一个那是政治问题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法律问题了。现在写得很清楚啊，我们的地方首长要到中国大陆去交流，那你一定是要报备你的行程嘛。那结果他说他是去见了宋涛，他也是落地才知道。可是我们看就不是这样啊，他的行程排出来了之后，你说国台办公布的讯息，然后连中国大陆的这个记者，还有我们的驻中的这个记者都收到采访通知，那他的幕僚难道不会跟他讲？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不需要跟主管机关，也就是我们陆委会，就算打一通电话或者说提前一下跟我们讲都。那也是让我们隔天看了新闻才知道说原来他去见了宋涛，还讲出了这个支持92共识这样子的这个话，所以这个就是法律了。像这样的这个法律的话，就是说他明明知道会有这样子的行程，然后没有跟我们报备，或者是你就算事前不知道，但是你也没有提，你也应该要在知道的时候要提出来做一个说明。这有可能以后不让他去了吗？现在卖不了92共识世家。我们还是要卖自由民主的世家世家我们一定努力的去卖，然后卖不到中国去，我们卖到日本去。但是至少附中交流要对陆委会报备这件事情来讲，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既有的法令我们要踩紧。我们今天在这边不是要去针对说是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接受或反对92共识，主要还是在针对说你如果真的是去交流，你不要去谈一些跟交流无关的事情。或者是你不要去谈一些引起社会对立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基本的底线啦。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有了第一次，你有了第二次，而且第二次还比第一次严重，
明知故犯的话，那陆委会当然不可能不管。但这个事情还是要经过联审了，也不是陆委会说了算哈。所以我想说，在这个等到他回来做了说明，我们做好一些行政调查，然后再召开一些这个联审之后，然后会做一个适当的这个应处。立委副中哈，他有没有要做行程的这个报备？他现阶段来讲，如果法规没有，他要见谁，我们管不着，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是行政首长是有的。行政首长是有，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既有的法律，我们要副主委、省副主委的立场就是说，那我们希望说尽量的跟朝野立委做一些沟通，然后我们觉得说，时机成熟了，或者当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在相对应的一个比例原则的情况底下去慢慢的把国安这件事情去往前推进。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马英九的那个师生团哈，就是马前总统那一团。对，我下一题就是要问这个。哇，我们很有默契，超有的，心灵相通说。对，好。所以我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个马前总统的那一团其实炸完锅了也很久哈，我们是12月才发函，然后他也在用回函的方式。所以大家都知道，公文往返一来一往都是需要时间啦，绝对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快那么容易。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按照法律规定来讲，可以跟各位听众、跟各位观众也跟实习者报告。那现在的程序，像马办的那个部分，到底要不要惩处他哈？对。那现在还在走程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12月的时候发函，12月底的时候马办也回函了。但现在是萧旭成执行长是他希望能够当面说明哦。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安排让他做当面说明，你就来联席会说哈。那来联席会说了之后，那么这个联席会像是移民署哈，像是陆委会等等相关的这个单位，那么会针对他的这个说明，针对书面的说明、口头的说明，再针对我们掌握到的一些事证哦，然后再去看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规定，才会做出最后的这个决定出来。马英九的那个中国学生团啊，他就是那个女孩子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出了中国台北，你们判断认为说这是他的直接反应，还是说其实这种都应该有一些指令？他是不是当下的一个膝盖式的这个说法回应出来？我们当然只有他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合理的判断是在于说，第一个，我们曾经希望说3不1低调嘛，你可不可以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他们拒绝了嘛，他们希望要有媒体采访。好，那我给你媒体采访。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每一天的发言人哦，大家如果把时间往回推，他每一天代表这个师生团的发言人哦，都是固定的啦，都是挑过的哦。所以既然你是第一个要求我一定要接受采访，第二个就是出来讲的这个人也是挑过的人，要不就是长得人高马大又帅哈，要不就是漂漂亮亮，然后形象很好的学生哈，所以都是挑过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当然不会去指责对岸的这个大学生哈，但是我们还是会认为说，你说出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基本上我们不希望在交流以外横生枝节。所以你看，在他说出中国台北以前，他到中山女高去，或者他有一些这个访问的这个行程哦，其实都还蛮顺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要3不1低调，尽量的低调交流，就让他顺利的走完就好。这是保护双方啦，也保护那个女生嘛。那结果没有想到他这么高调的受访，然后又这么高调的说出了中国台北之后，然后社会就炸锅了。这个才是我们不乐见的。我们真正不乐见的是在于说，主办单位没有控管好。没有控管好这些东西所以要萧旭成来说明的就是这些东西，对，更甚至于是事后啦。我们也看到说舆论上面来讲，就会认为说，那他说出了中国台北之后，萧旭成应该要帮他灭火嘛，结果不但没有帮他灭火，还说中国有什么不对，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什么不对哈？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我们还是要以客观的事实来讲啦，以客观的事实来说的话，两岸互不隶属啦，或者至少现阶段的台湾的这个共识台湾人民的这个共识。就会认为说，你说出的中国，其实心知肚明，你说的是什么？你中国台北心知肚明说的是什么？那你不需要再去加油添醋了。这些中国团的学生来了之后，没2天，马英九就跑去中国，对，然后呢，再加上萧旭成的这些谈话，就一个老师的观察，你觉得这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上面的剧本在要求他们2个这样演出？客观事实来讲有没有我当然不知道，但是以主观的臆测或主观的去研析这样子的时间点啦、内容啦，那我是认为说，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前后比对一下哈。省副主委会呼吁说，尽量不要做出一些伤害国人同胞，或者说不要去有煽动的这样子的一些言语了哈。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配套好的，因为时间点过于巧合，我们一个副总统我们一个前国家总统要去，不可能昨天想说要去，今天就去。对。
一定是好几个月前，甚至半年前、1年前就规划好嘛。对。那你要邀请一个陆生团来，你也不会说好我来邀明天就来嘛。所以你在这么长的一个筹备时段里面，怎么可能不会重叠到？你怎么可能不会知道说他来我去，在台湾社会里面造成的印象是什么？或者说我今天一个国家的元首前总统要去，要见哪些人，要说什么话，哪些可以公开，哪些可以不公开。就算马前总统自己没有想法，他的幕僚也应该要帮他想好。可是他的幕僚萧旭岑显然走得比马英九更快更远。就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所以萧旭岑有什么样子的动念，或者是他有什么动机？他表现的比马英九更积极，这件事情很怪，还是说他是接下来的接棒？这个我不好意思多说什么，因为我跟萧旭岑也素未谋面哦，我跟他也没有私交，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往来，所以这个真的只能问他才知道。我还是一样回来，我还是想要强调，就是说。台湾在现阶段来讲的这个对中政策上面来讲，或者是两岸的议题上面来讲，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我也必须要诚实讲，对我们还没有非常强的共识。我们不要等到像以色列，我们不要等到像乌克兰被人家揍了之后，然后你付出了很大的惨痛跟代价之后，我们才愿意团结。所以老共对于台湾的不管是这个身份证啦，或者是这种渗透，然后吸收我们的这些人。你真心觉得，其实他们就是在复制俄国跟乌克兰模式？那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也到美国去了一趟，我也到欧洲去了一趟，也是有很多欧洲的，特别是欧洲，然后因为我们一定会聊俄乌战争，也有很多欧洲的，不管是智库不管是政府官员哦，或者说是立法部门的国会议员哦，他们也都会提醒说，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有些情况，他们很不愿意的讲说，正在看到台湾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形。所以比如说我们到那个爱沙尼亚去的时候，那个海底电缆，他们特别有感。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又要聊海底电缆？对，我们等一下Oh my God！ 我真的逃不过你的这个。所以就是说，刚刚提到说会不会俄罗斯怎么对乌克兰然后现在中共就怎么对我们？我觉得啦当一个集权国家或者当一个非民主国家，当一个拳头比较大的国家，他吃定了一个小国的时候，他们都会互相学习的啦。所以现在中共就是看说，俄罗斯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他付出了什么成本，哪些东西有效，哪些东西没效，他看在眼里，他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当然不要，我们有信心不会成为乌克兰第2，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还是在于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来讲，没有提早的有心防，没有提早的凝聚一个该要有的一个捍卫自由民主的一个共识的话，那么当然。老共就会觉得说还是有机可乘，他们说的那个统战就是交朋友。那其实毛泽东也说过啊，统战就是打败了中国国民党的3大法宝之一嘛。所谓的交朋友，就是在你里面找到一个理念跟我比较近的然后拉拢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主要敌人被打击完了之后，次要敌人就变主要敌人了。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消灭完所有的敌人。不要再被这些统战、这些花言巧语这一些包着糖衣的这个毒药还是要注意了。副主委，可是啊，你看我又叫你副主委，就是说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要强化我们自己这边人的心防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法律上面的做法。那所以老公对我们的态度仍然是严厉的、很严苛，然后很拒绝的，就没有办法好好对话，没有办法交流。对。但是赖总统他就说，我们可以先从观光开始啊，我们好好的来谈。是。有人要跟我们谈吗？其实我先讲就是说刚刚所提到的老公对台的这个手法分化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他愿意跟特定的政党的立委来谈，他也特定的政党的县市首长他也可以去但他就是不愿意跟特定政党的立法委员、跟特定政党的县市首长，还有特定政党的中央官员来谈那这是我们非常不乐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回到官方对官方的对谈，这才是尊重民意嘛，尊重台湾的民意。赖总统的喊话，就譬如说观光的啦，或者是学生啦，就是两边的这些这个学生，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开水龙头了，两边都。其实我们已经相对应的释放一些善意了，但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学位生的这个部分，那赖总统在去年520的时候就提到说，希望学位生的开放可以回到疫情以前的水准那疫情以前双方是针对学位生的部分是开放的态度那学生的交流是很自然的。那疫情结束，因为疫情当然就人流就停止往来，疫情结束之后，台湾这边已经恢复了我们的学生到中国大陆去学位我讲的是学位这一块但是中国大陆依旧还是没有开放。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的学位生是0这个数字，是0
观光也是零啊，零这个数字是很不正常的啦，因为你再怎么样哈，零一定是政策阻挡才做得到。对，观光也是。那观光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两岸的人流往来哈，台湾在疫情结束之后，去年然后2024年大概去了250万左右。那中国大陆来台湾的哦，那大概是在30几万。那这个数字来讲，30几万大多数还是从第三地或者是专业交流申请，像刚刚所提到的马龙啊，他们会用这种专业申请的部分。所以观光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基本上只开放了福建到金门跟马祖，所以台湾这第二个零哦，到台湾来自由行的这个人数也是零。所以我到欧洲去，到美国去，也是讲这两个零哈，2个 zero。外国人听了下巴都要很故意耶，下巴都快掉下，说怎么可能？他就在你们的旁边，刚刚过来你们旅游，这边怎么可能是零？你们又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自由民主的国家，怎么会是零？所以唯一能够做得到零，是因为政策主导。那他既不放人来，他也不跟你谈，然后跟你谈的时候又说用双城论坛的时候，让上海去跟台北谈。他问题明明就知道说观光是中央政府的权责，所以他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想要分化，然后来削弱中央的权责，削弱执政的这个权利哦。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国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要团结啦。那不是我们不开放，或者不是我们不谈，是他不跟我们谈。那他又选，我们很想谈，对，你都不跟我谈。对，那他又选定了他想要谈的对象，问题是那个对象又我们又还没有授权，或者是他在我们的法令上他就没有办法，没有那个权利去谈。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谁是恶意操弄交流？僵局僵掉了。谁在恶意操弄交流就很明显了。你刚刚提到了海底电缆这件事情，我们最近的海底电缆被这个拉断，对。然后老共的讲法就是说，这你们故意炒作这个话题啊，你们根本就是在抗中，说民党坏。那这件事情你们的掌握是，他真的是刻意的吗？如果说只有台湾在那边讲说啊，可能是老公的这个作为哈，然后他骂说是我们在那边这个逢中必反，对，那也就算了。问题是今天大多数海底电缆被挖断的国家，爱沙尼亚这样讲，瑞典这样讲，然后德国这样讲，连驻台的芬兰的大使也这样讲。我们有可能去影响说跟芬兰大使说套好说，明天帮我们讲一下。哇塞，140统治地球了，哇，全部都。所以只要是有海缆被挖断的这个国家，他们都发现说，被挖断的当下都是有中国的船只或者是全一轮哈，然后在这个地方游走，而且航线都极不自然，不该下锚的地方下锚哈，然后这个下锚之后又拖行的这个距离哈，就都很不自然的这个现象。我们去看那个他的那艘全一轮，就是那个新顺39号，他在那个海域上面的那些3个月的那个行经哈，他在那个附近，抖，他是在织毛线一样。对啊，他是在画什么图案吗？还是在释放什么外星人的讯号吗？对。不然你看他那个航线图，就是极不自然啊。对。那你一艘全一轮哈，你去挂了一个科迈伦跟坦桑尼亚，然后结果说你发现上面的人全部都讲中文，全部都讲中文。所以，然后你说，非洲人很好学哦。然后老公就说，这又不是我们的船，是坦桑尼亚的船，那科迈伦的船。问题是船东是中国的，对，水手也是中国的。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不断的在全世界这样子到处导弹，没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防范说，你不要再给我乱割这些电缆喽，因为他挂的是科迈隆级的船啊，所以我们。其实就只能说你又弄断了，那我们赶快修，只能这样哦。相对来讲当然是被动一些，不过我们也当然会希望，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前一个阶段所聊的，就是连国内制定法律来防范都成本浩大，更何况是要国际上共同来去修法，更困难哈。所以我只能这样讲说，你面对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跟你一天到晚跟你出怪招的一个对手哈。那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说，就把它定位为是所谓的灰带冲突。或者是灰色地带的这样子的一种国安压力，那我们自己要怎么防范？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奇怪的船在那边乱织毛线的航机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方式把它赶走吗？可以，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针对，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针对中国的船只在特定的海域里面去进行一个驱离的这个动作。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如说全一轮那什么叫全一轮？全一轮是什么？全一轮其实就是说，它虽然是中国船只但是它可以依法的去申请其他国家作为注册。它就变成它的商家是在其他国家的这个身上，可能缴比较低的税，或者可以聘用到比较便宜的劳工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啦，我只能这样讲民主国家能做的当然是碰到非民主国家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我们的工具是比较有限。但我们现在能做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联合其他的在周边海域的国家，比如说日本东京，它有一个黑名单。
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黑名单，就全一轮的黑名单。那我们彼此之间赶快去沟通一下讯息，或者跟韩国沟通一下，还有菲律宾沟通一下讯息。那么我们赶快把这个黑名单建立起来。那这个黑名单的这个船只，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提早去做一些因应跟防范。可是他知道我在黑名单上啊，我今天挂科麦隆，我换一个国家挂，可以啊，对，当然可以。他们也可以变啊。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做比较相对被动的一个动作，但是总是好过什么都不做。再来的话，我们也不断要透过社会上还有国际上面的舆论了。那我相信北京还是会感受到压力，不然他可以不用回应我们。他感受到压力，他就必须要出来讲说：“哎呀，不是啊，这不是我们海底电缆被勾坏，很正常，到处都有。今天不是我们这做的。”但当你全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劣迹斑斑，当中国的船只劣迹斑斑，全球都看到说越来越多，变成是一个模式的时候，那我觉得中国就必须要负起它在商业行为上，甚至是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胁迫他国的这个行为上面的一个道义跟责任，还有压力，因为他的这种战狼式，过去战狼式的外交，可是他们不会有压力啊。我的意思说，就算我们所有的这些被破坏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他抗议，他也不痛不痒如果未来了哈，如果未来当大家还是会觉得说这个真的已经是构成了很严重的国安问题的话，然后开始对他来进行一些制裁，我相信会有效果了。进一步的去对他的一些海运公司、船舶，甚至是进行查处、扣船、罚款、天价。那你天涯海角也抓到你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寻求一个不只是国内的，甚至是全球的民主国家的一个共识，跟波罗的海的国家一起来合作然后跟我们这个东北亚、东南亚的国家一起来合作。那我相信了总有一天会对于中国来讲，会形成在国际上面一个巨大的这个压力。没有信心，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毫无压力，没有在尽什么国际上面的责任跟义务我们常常都讲说，中国就是撒币还有撒野，这个他就是对非洲国家大撒币对，然后又派一个卢沙野在法国大撒野所以他在国际海域上面的这些撒野的行为来讲，那其实世界民主理念相信的国家看在眼里的话，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看不下去的时候，终究会对于他来讲在撒野的这个动作来说会有一些压力。比如说卢沙野，他后来也收敛了一些嘛，也收敛了一些。当他发现说他在法国不受欢迎媒体都不邀请他来去讲一下中国的好故事的时候，他会稍微收敛一点的。那如果说这一些这个全一轮劣迹斑斑有越来越多的市政都指向中国，然后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的压力都指向中国的话，他还是会承受一些压力的啦。这个议题就是中配的身份证的问题，取得台湾身份证的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立法院在野党打算要修法，然后要把6年改4年，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社会舆论上面很反对，然后后来就好像收敛了，就没有提，最近又要提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最后这几天的立法院院会有可能会突破这个法案，中配6年改4年就可以拿到台湾身份证这件事情怎么？陆委会的态度是，其实这个案子真的是吵了很久了。我们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甚至是可以追溯到好几年前就曾经有吵过那显然就是说，一直到现在来讲，社会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了。那我们还是要呼吁了就是说以现在来讲这个问题是不是迫在眉睫，必须要处理？它是不是真的对应一些民生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如果它的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迫在眉睫，你如果不马上处理，就有些人会受伤受害的话，我们还是要强调那个原则那如果没有明显而立即的这种伤害性的原则的话，那这些是不是等到社会有共识再来去做？这是第一个那显然还没有那么明显而立即的伤害到一些人所以可以慢慢的等到社会再有共识来做。我们如果3年5年都等了，为什么一定这个会期等不了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持平的来讲，就是这个17所看到的这一章上面来说这黄捷的制表，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其实中配陆配它能够享受到的好处，或者是它能够比较简化的那样子的一个手续是比外配来的多很多是真的。所以比如说它不需要规划，他不需要放弃国籍，他不需要考试等等很多，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来讲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结在这个6年改4年？为什么不去想想看说，其实很多的这个外配来讲甚至是比陆配的6年还要来得更多。所以你要说我们是真的有针对中配或陆配歧视他们吗？没有，特别宽松并没有，我们在其他的条件是宽松，就只有在这个年限上。所以好啦，我们这个年限上不是不能讨论，但就还是拉回来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可以等到社会上
或者说两岸关系稍微和缓一点的时候，那当我们现在注意到说，其实中共一方面对我们越来越收紧，压力越来越巨大。二方面，我们还不断的一直呼吁我们要解除禁团令啦，要降低橙色警戒。像这个事情来讲的话，甚至是要说再更宽松的去开放这个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个条件的话，那其实在国际舆论上面来讲，会有一点点看不动、看不下去。我们也受到很多国际的这个友人来询问甚至是国会议员来问，就说，其实北京不是一直在对你们施压吗？然后你还要降低它的年限。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个东西是不是迫在眉睫，一定要做？如果它3年、5年都可以等了这个议题表示说台湾社会还没有共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呼吁一下朝野政党，先处理一些民生议题，这种政治议题了解，对，是觉，然后他就出来抗议。然后呢，如果民众党的立法委员真的是2年要换一批的话，现在的一个备位的立委。他也是陆配，是那所以应该的程序说，那你要放弃中国籍。请问，放弃中国籍这件程序上面，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很困难？他就回国，但是他如果回国说他要去办理一个放弃中国国籍的话，恐怕对岸也不会允许。所以我们这样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国籍法修订了很多次。那我们现在是避免出现说你呈现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而且还是中央的民代他如果说有出现因为双重国籍而产生忠诚度效忠产生混淆的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要防止。所以我们不是针对具有中国国籍的人要求他一定要放弃，你日本、美国也要放弃啊，对，一样的啊，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基于忠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原则的话，你要放弃他国的国籍，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这也不是我们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要这样做，国民党执政也必须要这样子做，法律就是这样法律是不分蓝绿的，所以没有特别挑他们出来，并没有。所以美国籍的也放弃了，英国籍也放弃，加拿大籍枫叶卡的也放弃了。是啊，是好。然后呢，这个是你在这个前不久的演讲当中特别提到，所以金门是一个他们中国第一个想要实施1国2制的这个示范区我们是这样判断就是他不会，因为1国2制在台湾完全没市场，他不会这样说了，可是他会这样做就像统战一样他不说，可是他做1国2制，他当然会希望说，因为香港已经失败了嘛，被他玩坏掉了。那他本来要用香港来骗台湾，结果香港没想到被自己玩坏掉了之后，他总是要找一个成功的样板那这个成功的样板，我们现在就蛮担心，他在金门会不断的透过各式各样的融合的这个手段然后我看金门也蛮融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很多都还去那边买菜，什么小三通就直接早上去厦门买个菜回来的。所以其实对于金厦，我们会希望说，他要进行一个健康有序的这样子的一种两岸的交流，金厦的交流。那如果说你的金厦交流只是为了要让金门变成是1国2制的有实而无名的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区，或者是成功的变成了是一个融合的样板的话，那我们陆委会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们还是在既有的法律底下去看那哪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防比如说小三通衍生出来的乱象，对，前一阵子也提到有很多这个代办或者说有很多带货然后甚至是走私交易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破坏了我们所谓的健康有序的情况。好，这些都有严格在抓慢慢要开始来既然有看到这样乱象，我们当然就是要去处理。那另外来讲，政治上来说的话，那不就是又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聊的第一个议题上面去？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甚至来讲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比如说棒球队那他在筹组所谓的闽台棒球队。闽台队就融合了嘛那这个闽台队先在厦门在金门轮流办比赛。那如果你打棒球就打棒球可是你就不要搞一些这个政治性的一些议题进来那我们会担心什么？担心下一步是说，好，他就跟你讲说，这只是金门、厦门的小朋友的棒球交流那如果哪一天他也在厦门办了一个说，那我也找韩国、日本来比赛，结果有一个闽台队，他是国际比赛，那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变成自我矮化了？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台湾内部的人就觉得，小题大做，就小朋友玩个棒球也要被你们讲成那种统战。很多这样子的这种说法，可是很多也就是说看到说，怎么讲，就是防微杜渐嘛。我们这样讲好了大家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谬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别人来捅，搞不好是我们捅他，为什么要排斥交流？我们不是排斥交流，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交流有问题，你要让他来交流。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身强体壮，但是也不是身强体壮到知道说你明明知道这个食物有毒，你还硬是要吃它。这个比喻好。
对啊，所以简不是单明了。对，我们当然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身强体壮，我们不要怕交流，我们本来就不怕交流，可是我们不要你有毒的交流，我们不吃。对你明明就知道他有问题，你还要这个也可以变标题，不错。对啊，所以就像刚 KPI 有达标，就是刚刚实习讲说的说，很多人就会讲说啊，你小题大做，小朋友打个棒球有那么严重吗？可是我们就会知道，明明就知道他就是在做统战，明明就知道他会跟你弄一个闽台队，要跟你融合，然后接下来可能也要破坏国际舆论上面的一个共识，觉得说啊，台湾都要跟我们融合了，你外国人管什么？那你明明就知道说打棒球可以不用这样打，可以健康有序的打，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融合的打？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的话，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刚刚所提到的金门，确实我们有看到很多，他对于我们释放了很多很多的糖衣啦，但是这个背后是不是毒药？我们做陆委会，我们帮助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有毒的成分挑出来，没有毒的欢迎大家，有毒的部分我们提醒。我们就是做到提醒的这个工作。今天非常感谢陆委会副主委沈副主委沈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觉得你今天很赞，非常这个 KPI 有达标。我怕我明天就丢官，就要回东海教书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哦。谢谢，拜拜。